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《甄嬛传》中的华妃虽然够毒，却不够狠，这是她宫斗失败的根本原因。华妃怼齐妃，句句刺心，但却也仅仅停留在刺心上，没能从根本上斗垮齐妃。惹了对方，又灭不了对方，结果就是为自己培养了无数个暗中的敌人。真正做大事者，像皇后，用长达10几年的时间下一盘大棋，一面给点小恩小惠笼络着齐妃，一面谋划着去母夺子。时机成熟，一举将齐妃逼到角落，完全不给她反应的时间。做大事者也如四皇子弘历，平日里对三皇子处处礼貌，事事妥帖，一旦找到将对方扳倒的机会，毫不迟疑，一蹴而就。相比之下，华妃的毒就要逊色太多。比如前期对付甄嬛团队时，我们甚至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她的哪些举动是曹琴默出的主意，哪些举动是自己想当然完成的。像借楼东赋复宠、眉庄假孕这种布局精妙、环环相扣、摊子铺得比较大的局，均出自于曹琴默之手。而推眉庄入水、罚怀孕的甄嬛在烈日下跪着，这样明显带着情绪、不顾后果的冲动之举，是华妃自己拍着脑袋决定的。眉庄假孕事件是华妃团队在打压甄嬛团队过程中发挥的最好的一次，但在眉庄被幽禁期间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华妃却着实做了几件够毒却不够狠的蠢事。第一，给眉庄和安令荣物质上的苛待。眉庄被幽禁之初，内务府总管还是华妃的远房亲戚黄规全，而黄规全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出自华妃的授意。眉庄被禁足弦月阁第2天，安令荣房中的日用品和摆设就被尽数收走，而且华妃还好像生怕安令荣不知道这事是他做的，让身边的丫鬟宋芝亲自前往，并告诉安令荣他房中的东西都被拿去给下人用了。当时安令荣示弱，的确不能把华妃怎么样，但是因此事而萌发的恨意却深深刻在心中。后来甄嬛夜探眉庄，发现弦月阁被布置得如同冷宫，眉庄用的蜡烛烟大呛人，连下人都不太用了。可见这样的蜡烛是华妃费心的搜罗来，专门用来苛待眉庄的。华妃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来作践眉庄和安令荣，非但不能将两人铲除，还将他们彻底激怒。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呢，这样做除了满足他有些变态的心理上的快感之外，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，反而给前路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雷。第二，一盆石榴花折了黄规全。相比于眉庄和安令荣，甄嬛素日里更得皇上宠爱，因此黄规全也不敢在物质方面太苛待他。但是迫于华妃团队的压力，便也免不了要在一些小细节上恶心甄嬛。石榴多子，而石榴花的话语也是子嗣繁盛。将一盆稀疏而枯槁的石榴花摆在碎玉轩，不仅是为了讽刺眉庄假孕，也暗含着对甄嬛子嗣凋零的诅咒，用心实在歹毒。没想到甄嬛用了一招借力打力，先是留住皇上过夜，又将这盆花摆在显眼的地方。皇家最重子嗣，皇上刚和甄嬛和解，本来心情不错，高高兴兴去上朝，一抬头看到一盆寓意子嗣凋零的奄奄一息的石榴花，再联想到自己膝下寂寞，怎么能不生气？而黄规全犯错，也一定会顺带着牵出华妃。皇上明面上只是停了黄规全的职，实则斩断了华妃的羽翼，这是对他用心歹毒的惩罚，也是对他的警告。第三，在作死的边缘反复试探，相比于前面2件事，华妃做的这第3件事更是蠢不可及。年羹尧入京，为了前朝稳定，皇上违心的天天陪在华妃身边，陪着是陪着，态度却敷衍，脸色也不好看。大概华妃也看出了皇上的心不甘情不愿，所以他才在作死的边缘反复试探，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皇上陪他是真的爱他，而不是看在哥哥的面子上。华妃先是装贤德，让皇上去看看其他姐妹。皇上将计就计说要去看齐妃，华妃吓得赶紧缴械投降，撒娇撒痴。一招不成，他又想出了第2招，让安令荣来唱歌助兴。没想到的是，甄嬛也跟来了。皇上心中其实是想念甄嬛的，
见不到也就罢了，见了面，听了曲儿，又看到心爱之人被无端作践，而身为一国之君的他却束手无策，这样窝囊的事儿，让皇上怎么忍？所以后来皇上处罚年氏一族的时候，丝毫不手软，反而有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。这大概也与华妃的日常作死分不开吧。曹琴墨有一句话说得对，咬人的狗不叫。无论是皇后还是甄嬛，她们对外的形象都是温柔贤淑的，然而一旦出手，必展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稳准狠地将对方击溃。华妃则恰恰相反，她就像我们周围那些嘴巴很碎，以欺辱打压别人为乐的歹毒者，即便实际的杀伤力有限，却让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而华妃最后的死，就是甄嬛、眉庄、端妃等这些受害者们联手反抗的结果。所以啊，《甄嬛传》中的华妃死于太过毒，败在不够狠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